伞兵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爷带着三神还有你妈来收拾你了，劝你快束手就擒吧。雷击！我去啊，你居然这么高，这咋打？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。如果屏幕面前的你是因为标题点进来这个视频的话啊，请放心，今天我绝对不是标题党。从上午10点50到下午3点半，历经将近5个小时的爆肝时间，我已经被须弥爆炸式的剧情发展震惊的无以言表了。3.2的主线剧情可以说是信息量巨大，不消化个10天半个月的，还真是挺让人受不了的。关前提醒啊，本期视频含大量剧透内容，主要用来分析、梳理以及总结3.2版本剧情，给玩家们带来的头脑风暴。所以看在 UP 主如此勤劳的爆肝上面，值得换大家手里的一个点赞和2个圆圆的硬币吗？嘎嘎，机械嘎嘎。首先，我以为今天开服之后营救小草神的计划会是这样的：我要救草神，我要炸尸教医院，把是是非非纷纷扰扰征服。但是实际上，前面整个营救草神的剧情可以说是鹅卵石砸咸鸭蛋，咸的蛋疼。我不知道编剧是为了展现故事的反转又反转，2级反转至究极反转，还是像星海传说任务那次为了展示角色的算无一策啊。反正2小时之内，小草神我是连见都没有见上一面啊，你敢信？那我总结了一下前面2个小时的剧情是什么呢？乡村大舞台，有戏你就来，所有人都如同戏精附体一般。第一部，赛诺和杜金旅团演戏，为了把咱们的武装力量送进须弥城。第二部，艾尔海参和旅行者在大贤者面前演戏，反转来反转去，就想把爷送进教令院里关禁闭。我之前的表演是不是很精彩？嘿嘿。第三部，伊萨克 cos 小草神，全程慢跑演戏，为了把所有的教令院护卫引到大巴扎一网打尽，直到最后。大贤者阿扎尔孤身一人来到了净善宫，赛诺出现了，然后小草神就被放出来了。听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没跟完主线的话，是不是听到这里就觉得啊，就这？当时我整个人就如同被当头一棒啊，直接给我打懵了。就咱们从上周草神生日开始准备的一腔怒火，还没发泄呢，就已经结束了。这说出去谁能咽下这口气呀？哎，你们能咽下去吗？啊，我不能啊！当时我就觉得，你哪有？我跟你是有多大仇呀？你不给我手刃仇人血洗教令院的这个机会，我有多煎熬，你知道吗你？不信你们就看游戏里的我有多憋屈，哑巴都给憋说话了，你敢信？那让人比较庆幸的是呢，就是在唤醒小草神之前，他终于自己想通了，不要再放任教令院不管了，多多专注于自我的需求。旅行者这2嗓子喊的啊，不亏啊！那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大慈树王上线了。既然你是智慧之神，那些问题的答案，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吧？从这里开始，剧情逐渐走向巅峰，甚至有让人发疯的趋势。那接下来，草神是救出来了，但是伞兵和世界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于是就有了大家开头看到的，我带了3神，包括伞兵的妈前去收服这个不孝子，加上纳西达作为智慧之神，可以说队伍里是4神合体。但是呢，作为玩家，我是全程懵逼啊！这一下我不得不吐槽一下米哈游的 UI 设计了啊，和伞兵战斗的引导可以说是非常不明确。第一阶段让我捡场上的能量块，激活元素矩阵，但是也没告诉我激活有什么用呀，所以我是一边躲伤害一边激活，坚持了几个来回下来，最后才发现原来伞兵还是得自己打的呀，你敢信？再说第2阶段，那跟我更没什么关系了，打也打不着，碰也碰不到，伞兵全场乱炸，我和他妈在地面给他修脚。那这一阶段到底是怎么过的呢？上剧情。本就应是神明间的争斗，
你却躲在凡人的身后，如今又来上演为人类献身的戏码，真是个喜欢自我感动的神呢，不耶尔。数据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。你知道这是你第几次试图夺走我的神之心了吗？刚刚是第168次。你知道吗？须弥的民众为了创造你，也被迫经历了相同次数的花神诞日，相同次数的轮回。梦境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你们甚至在梦境中都无法将我击败，这种小手段又有什么意义？来，像过去那样，让我帮你唤醒梦中的记忆吧。宝贵的战斗经验，还不止如此。以神明的名义统合人民的智慧，那是虚空最初的功用。我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一切作为知识，传递给了所有须弥的民众，并拜托他们帮你找到击破那个伪神的方法。现在，须弥的智慧为你所用。故弄玄虚。你的伎俩都用完了吧？这次，我可以当作是神明之间真正的对决了吗？拜托你了，我不耶尔的最初的贤者。牛不牛？就问你们牛不牛？原来智慧之神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无比的智慧，那接下来也不用咱们打啊，就是继续躲伤害，外加减能量快。旁边的小跟班纳破盾速度叫一个快呀，子弹嗖嗖的射啊，和他相比，我的输出确实没法看。那等能量够了之后，长按一技能把伞兵打落到地面，咱们就能飞上去揍他，然后过关了。人类。等等，回头那个，回头神之心。那是我的东西，你休想！我绝对不能再回去！
多惨的国崩呀！辛辛苦苦在道奇抢的神之星，被爷和小草神就这么夺了回来，气的孩子直接晕过去了。哎，你说早知当初何必现在呢？现在这里也能看到雷神的神之星确实也做成了之前至东 PV 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啊，这是皇后棋吗？到这里我以为剧情已经是高潮了，没想到最后的1个小时，剧情刺激程度还要再上一个高峰呀！在拥有2颗神之星之后，我们终于有能力解读大慈树王的记忆了。那关于这段记忆啊，朋友们做好准备啊，因为米哈游又开始发刀了。来，我提前为大家挡好刀子啊。那在3.1的版本里，我们知道赤王自我牺牲，同时大慈树王透支全部力量后，才共同驱赶了禁忌之使，导致了之前我一直猜测大慈树王和小草神会不会是同一个人。直到3.2版本，我们到了世界树面前，才真正解开了这个谜题。首先，大慈树王和小草神是2个人，但是他们却长得一模一样，唯一区别可能就是一个会发光，一个暗一些。那是因为小草神啊，居然就是大慈树王的转世啊！你敢信？这算作同一个人也不过分吧？那在500年前坎瑞亚灾变的时候，大慈树王并没有和其他神一起去坎瑞亚，而是留了下来，专门保护世界树。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啊，禁忌之使再一次席卷而来，污染了世界树。如果放纵禁忌之使这样下去的话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人民会得魔灵病，森林会变成死域啊，反正就是各种灾难，各种不好哎。所以坎瑞亚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大慈树王创造了统合全人类智慧的装置，也就是虚空，通过自己的力量以及结合虚空的智慧来一起驱赶禁忌之使。最后嘛成功倒是成功了，但是大慈树王因为意识和世界树相连，所以他也被禁忌之使污染了，活不了啦。也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，在500年前凯瑞亚战争的时候，草神的陨落，但是也不是完全陨落啊，毕竟他留了一个意识，然后丢了一根世界树的树枝出去作为转世，而他的转世将代替他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。等到掌握世界树知识的那一天，掌握如何驱赶禁忌知识的那一天，就能同时将被污染的大慈树王仅存的意识彻底抹去。看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你们懂了吗？感情也累死累活带小草神来世界树，就是为了杀死大慈树王，抹去他最后的意识啊！你敢信？可是，这太残酷了，我不想忘记你。不要这么伤心了，布耶尔。作为智者，此刻应该享受找到答案的喜悦才对呀。这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，想要知道全貌的那句话，让世界彻底遗忘我。我们都栖息在智慧之树下，尝试阅读世界，从土中读，从雨中读，而后化身百鸟，攀上枝头，终于衔住了至关重要的那一片树叶。曾经，我是世上唯一能够做梦的个体，在我的梦里，所有人入夜后也都会进入梦乡。人们的脑海中飘出奇思异想，有些滚落地面，有些浮到天上。它将所有事物连接成一片万分夺目的网。3000世界之中，又有小小世界，所有命运皆在此间沸腾。我逐渐明白，这些不可被描述而又恒久变化之物，才是世间最深奥的东西。唯有它们，才能彻底驱逐那些疯狂。唯有梦，才能将意识从最深沉的黑暗中唤醒。我乃命题之人，亦是求解之人。以世人之梦挽救世界，曾是属于我的答案。而今，你们也寻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我会将所有的梦归还世人。须弥的子民啊，
再见了，愿你们今晚得享美梦。痛，简直是太痛了！还没完，因为大慈树王的意识被抹去了，所以最后全世界包括小草神在内全部都失去了对大慈树王的记忆，也就意味着最后只有爷一个人拥有了这段回忆啊！明白了大慈树王做出的牺牲。阿瑶，我问问你啊，这苦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吃啊？那平复一下心情啊，故事还在继续。在大慈树王走了之后吧，博士这个坏东西总算出场了。那一般愚人众出现在神的面前，大家也懂的，神之心啊，保不住啦。所以小草神以博士杀死他其他所有的切片作为交换条件，把雷神的神之心让了出去，然后又被博士用提瓦特虚假之天的知识交换走了自己的神之心。所以须弥这一趟愚人众是一下拿走了2个神之心啊，你敢信？到这里整个 3.2 主线剧情就完全结束了，下面咱们就得等到4.1版本枫丹再见了。那我最后再来说一下伞兵的后续故事啊，以及为什么旅行者变成第4律者了吧？首先伞兵昏迷被小草神带走藏了起来，应该是为了他之后的洗白做铺垫啊，毕竟要进10字嘛，对吧？然后第4律者是我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用的词语，准确来说应该叫第4降临者。那么第1降临者呢，应该就是天理啊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。关于降临者和提瓦特的故事，咱们以后再详细出视频来进行解说啊，毕竟这要牵扯的事情啊可太多了，只能说从冤下宫开始，米哈游已经在逐渐向我们揭露这个世界的真相了。好了，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给2个圆圆的硬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我心中也留有了很多疑惑，需要时间来整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你们也会启程，然后离开须弥了吧？我对你未来的命运很感兴趣，那将是我无法被观测，也不会被这个世界所记录的旅程。我曾说，命运是终极的知识，而你的未来，则是终极的命运。能认识你真好，纳西达。我才应该好好感谢你们的到来。好啦，就先聊到这里吧。以后如果你们想我的话，说不定我会在你们的梦里出现哦。